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讲3个人，一个是当年明月的关，第二个是袭警港南的雪，第三个是马斯克的舔啊。那么讲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7月2号。上海市委组织部发布一批这个市管干部的职前公示，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引起大家的注意啊，这个人叫石月。石月是谁呢？石月就是这个他的笔名叫当年明月，他写的一部非常著名的书叫《明朝那些事儿》啊，明朝那些事儿是基本上是现在。差不多吧，我知道的就是最畅销的书了啊。那么他是当年明月啊，那么任职呢，拟任上海市级机关副局长啊，副局长。那石月是1979年10月出生，那么他的籍贯是湖北武汉啊，在职大学学历，就不是应届毕业生啊。他现任上海市委外宣办或者新闻办副主任啊，那么拟任上海市级机关副局长啊，那么他是2000年7月参加工作啊，当时就是任职在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啊，实际上就是顺德海关啊。这个人有点路子啊，他不是一般人啊，他绝对不是一般人啊。上来一参加工作就去了海关，这没有点关系是不可能的。2006年的3月、10月，在天涯社区啊有个板块叫“煮酒论史”板块，用这个当年明月的笔名开始连载他的历史随笔《明朝那些事儿》，当时就创下了这个2000万的点击量啊。同年的9月。他开始正式出版历史小说啊，明朝那些事儿，所以他基本上把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对了啊。你想一下，3月份开始连载啊，9月份书就开始出了，12月份他就加入了中共啊。那么这本书呢就开始狂卖，基本上。他从2007年开始，2007年的版税是225万，他是中国作家富豪榜排第22，到了08年230万，排第15，2009年3月写完，总共是7部，09年是1000万，排名第4，10年是950万，排第4。11年是575万，排第8；2012年700万，排第10啊。那么你想一下，那么这是一个早就实现财务自由的人，但是他还在努力做官啊。所以这个大家想一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啊。2013年4月、10月出任。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的综合室副主任啊，同年10月去这个河北隆化县挂职做副县长，那么就是副处级了啊。那在隆化工作了1年啊，回来14年12月结束挂职，又回到这个环保部，他在国家部委工作啊。那么2016年就去了哪儿呢？就去了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是个央企，它下面有一家公司叫中版文化传播啊，做副总啊。然后到2018年就去了山东啊。你说这个人路子很野啊。山东去办公厅当综合处的处长啊，你看他一直在关系链啊，一直都在关系链，从环保部，然后去了这个出版集团，然后又跑到地方去任综合处的处长，山东省啊。
那么原来在北京啊，最初在哪儿？最初在广东顺德海关啊，然后就跑到北京任职啊，先是环保部，然后去了这个出版集团，然后再去了山东，然后现在他在哪儿？现在在上海外宣办啊，外宣办或者新闻办，新闻办当一个副主任。新闻办，上海新闻办应该是个正厅级的单位，他是新闻办副主任啊。那么，现在要让他做一个副局级的官员。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说写作是写作，工作是工作啊。然后他说他爸跟他讲，他说无论你在网上有多么出名，你仍然需要一份正经的工作啊。这跟他当年这就是当年明月的生活写照，也是他的价值观啊。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年明月是个网红作家啊，几千万的光版税就几千万啊，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另外一方面，他又孜孜不倦地经营他的官职啊，然后这是这个基本上你从这里面就看到什么？看到他写的明朝啊，就是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啊。中国文人的路子就是这种路子，就是关键还是要去做官啊，写作不算是正经的事儿啊。基本上这就是当年明月啊，当年明月现在要升官了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就是香港，香港7月1号，发生街头血案啊。那么当7月1号呢，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香港人这个7·1游行，而且有网友就发动大家在各个区穿黑色的衣服抗议啊，然后警察就在各个区查抄这个穿黑衣服的市民。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一名50岁的男子在铜锣湾这个10点钟过后吧，10点过后，铜锣湾崇光百货，大家知道铜锣湾崇光百货就是基本上铜锣湾最繁忙的一个这个交叉路口啊。崇光百货的门外，一名这个背包然后戴眼镜姓梁，他姓梁，突然从背后刺向一名警员。那么这个警员大概应该是在这个胳膊和这个肩膀之间中刀流血啊。那么多名警察就把这个袭警者围住，然后在这个警察的包围圈里面，这名男子戴眼镜的男子拿刀直接刺自己心脏，血流如注。然后当晚11点20分，在医院去世啊。那么受警察的警员是28岁，机动部队的警员，他的伤口深达10厘米，伤及肺部，目前正在进行手术，没有生命安全。那显然，这名男子是要他的命啊，他应该是刺歪了啊，也是没有经验。那么事发之后这个警方安排前线的警员穿防弹衣，还有护甲。那有网友评论说，刺警男子就像2008年7月1号在上海袭警的杨家啊，以自身迎击暴政啊。那么另外一名网友香港的网友说，出现民众暴力升级的现象并不寻常，为什么呢？你想，从示威发展到武力冲突，再到军警强力镇压，表面上现在看上去风平浪静。那由于国安军警断绝反抗分子的联系，反抗运动发展为什么呢？孤狼式的行动。按照逻辑，这次行动只是开始，慢慢会有越来越激进针对政府的袭击。然后这个网友说，香港已经不是香港，
是新疆。那么如果有生命危险，为什么要等死？那么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是，这名袭警的男子叫梁建辉啊，今年50岁，未婚。然后他是谁呢？他任职维他奶香港采购部的主任啊，叫采访主任。他不是那个部门主管，他是一个职务叫采购主任。那么香港作家这个王阳林这个发了一个帖子澄清的帖子他这么说，他说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在我讲述以下事情之前，希望各位尽量平静心情，感谢。我有一位相熟的好朋友，他及其家人直接认识梁先生一家。当他从母亲口中确认出事的是梁建辉后，感到非常难过，知道一些误解或者是攻击梁先生的事情，他希望我代为澄清，还他一个公道。然后他就说，梁建辉在维他奶公司负责采购工作，他平日工作尽责，与同事关系十分要好，性情温和善良，虽不算健谈，也不大擅长交际，但乐于助人，相识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个好人。生活算是中产家庭，没有供楼的压力，父母健康，相处融洽，工作稳定且愉快。梁建辉出事之后，他的家人和他的同事都感到伤心。梁建辉支持民主自由，是黄丝，现在终于知道他心中的光谱是黄道金，黄道金就是最黄的那个。把2019年至今香港发生的一切放在心上，感受极深，清晰的交代一切，再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他留下了遗书他遗书里面就是讲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情外界猜测梁建辉出于情绪病、精神问题困扰，甚至受人蛊惑，这不是事实，绝不正确。梁建辉其人已经毫无悬念的可视为真正的为自由牺牲的烈士。今日警方到他工作的办公室大举会证，未知最终发展警方公告的版本如何。总之，面对我们今天所知的事实，理智和良知告诉我们，用庄严的态度看待事件，对梁先生给予尊重，是做人的基本甚至凌驾性的政治立场。但愿梁建辉先生好好安息，愿所有认识他的亲友不要太难过，节哀顺变。好，这是这个王阳林的一个帖子。另外，维他奶国际集团发布这个公告，这个公告题目叫有一位同事于事件中身故。通告这么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通知各位这是内部的，就是维他奶内部的公告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通知各位，香港采购部采购主任梁建辉先生于2021年7月1日傍晚发生于铜锣湾的事件中不幸逝世。本公司向建辉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人力资源部已经与建辉家人接触，并将跟进，并需要时提供协助。如同事因事件致情绪受困扰，需要协助，请联系人力资源部梁小姐。若任何同事收到传媒查询，请务必立即转介公关部龙小姐统一处理，公司不建议同事发表任何个人意见。此致各位同事那么今天有大批的香港市民到铜锣湾献花悼念梁建辉先生很多市民在现场痛哭从2019年到现在，香港牺牲了很多的人这就是香港发生的事情。这是个突发事件，
也是2019年以来香港的一个缩影，让我们共同的守护香港，为香港的抗争者，支持香港的抗争者，关注香港，告诉全世界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2个题目啊。第3个题目叫马斯克的舔，怎么回事呢？7月1号，中共党庆新华社官方推特发推文中国已经建成小康社会马斯克就跟帖回复说中国取得的经济繁荣确实令人惊叹，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我鼓励人们亲自去看看，我鼓励人们去参观，亲眼看看然后马斯克这一番话引来了2000多名网友的评论其中包括谁呢？人民日报这个欧洲分社社长陈卫华他们留言支持他，但是更多的人是讽刺他，包括我本人，我说这个你通过拍这种级别的马屁就想解决你的问题嘛那么更多人是讽刺他，有人说马斯克应该亲自去新疆和这个武汉华南市场参观，然后周封锁名誉人士周封锁叫马斯克因为你应该去马斯克马斯克应该去中国，不要离开那里比美国和火星更适合他。然后有人夸马斯克是老同志老党员这个特斯拉党支部书记然后还有人这个笑他说中国考虑给他发绿卡，还有网友说马斯克你把刹车修好然后还有人形容马斯克是满满的求生欲还有人说这个苹果 CEO 库克都没有发微博庆祝，马斯克是为了钱吗？马斯克在今年1月份还舔过怎么个舔法？他说他在今年1月份接受一个媒体采访说，中国政府关心人民福祉，可能比美国政府更有责任感他这番话那舔的啪啪的然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那笑得花枝乱颤，说这个评价很客观，不带偏见这他们互相之间互舔2019年马斯克还舔2019年1月，就是特斯拉在上海设厂之前，马斯克去北京见谁呢？见总理李克强马斯克对李克强说，我希望在上海把上海的这个特斯拉工厂建成一个全球的范例。他说我爱中国，我希望更经常的到这里来李克强马上就接着就打，如果你真的想要，那我们可以给你一个绿卡，绿卡是这么来但是马斯克这么舔，中国有没有放过他呢？当然没有放过马斯克是2019年在上海开始建厂独资，唯一一家外资的汽车厂独资。那么当然当时中美之间正在打贸易战马斯克这反戈一击但中国政府给他更多的好处所以这个商人的狡黠这是那么这个特斯拉上海厂2020年年底投产，然后就基本上就帮特斯拉的股价迈上了这个巅峰，然后就帮助马斯克成为世界首富，然后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就在中国市场攻城略地然后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开始给他使绊子那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特斯拉的汽车，现在中国各地没有公开报道，但是实际上各地都开始出公告就是内部通知，就是全国范围，这是全国范围特斯拉的汽车不能进政府设施范围不能进政府设施范围，包括机关，包括事业单位，包括国企都不能进去，不能进停车场，就是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停车场都不能进啊，当然你进去都不能进，这是一个。然后今年的这个3月份的这个上海汽车展，上海车展有人闹场，然后中国官媒就着这个闹场开始一系列的炒作，特斯拉汽车汽车刹车失灵啊，不断的炒作，每天都报啊，每天都报，到现在还在报啊。那么马斯克这么舔，能解决这个问题吗？那中共会放过他吗？当然不会啊，中共一向如此啊，就是哄你来了以后开始收拾你啊，叫关门打狗。同期这2天同样的这个发生在谁的身上？耐克的 CEO 多纳霍啊，上周开这个业绩会啊，然后就券商分析师，主要是招待分析师的，谈耐克在中国市场的问题，然后他说耐克在中国已经有40多年时间。现在我们在那里是最大的运动品牌，这个是事实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中国品牌，也是为中国服务的品牌啊。多纳霍呢，这个话呢以前讲的没事儿，是因为都在舔，但现在大家不舔了，他这里舔，马上就有反弹啊。那对冲基金经理叫这个卡尔巴斯啊，卡尔巴斯大家知道狙击港员的那个，在 CNBC 上批评多纳霍，说你这个难以置信，说你平时呢舒服的时候呢，你就这个当这个社会公益的骑士，钱包受损的时候呢就翻脸当然，这今年年初，这个耐克、阿迪跟 H&M 抵制新疆棉，然后中国官媒就开始收拾他们。多纳霍说这番话，当然是说给中国听的，也是在舔。华盛顿观察家是一个网站，是右派的网站。他报道说，国会众院情报委员会。他强调是共和党人正在调查中国政府操控美国企业的行动，而且他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个华盛顿观察家呢拿到了这份报告，说这份报告讲这个美国企业被胁迫分享他们的技术，然后中国官员影响美国企业的商业运作。中国还影响美国业界和金融界的领袖，向美国的地方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和立法机关施压，采取对北京有利的行动。然后中国还通过这个取消合同或者撤销进入中国市场的威胁，来压制这些负面的评论等等，反正总之就是这种胁迫性的行为。然后他这个网站就采访了这个众院情报委员会2号人物，共和党的众议员努涅斯。他说这次调查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体育、娱乐，还有高科技、农业和制药等行业那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呢？基本上谁都知道。大家记得那份就是中国的那个名单吗？就是叫什么？叫这个中国情报机构的名单泄露这个名单的就是曾经在深圳北大汇丰商学院任教的经济学家叫保尔丁保尔丁说，这种情况其实越来越严重美国企业都知道，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中国政府1秒钟就可以摧毁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的位置，所以他们非常的谨慎，也很小心基本上是都在做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想办法推动政策，采取对中共友好的这个立场，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然后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美国的企业
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他有合作伙伴的时候啊，中国政府就会站在他的合作伙伴的背后，这个合作伙伴就想办法侵占他的经济利益，侵占他的技术，侵占他的知识产权啊，这件事情天天就在那里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他没有合作伙伴的话，他是单独自己的话，中国政府就经常的敲打他，不断的敲打他，因为中国政府在市场上的力量非常强大。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握着媒体，他可以用媒体来收拾他，他还有税务局，他还有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他还可以叫监管约谈等等。实际上，中国政府对这些外资企业怎么说呢？就是关键是你要来，你不来我没办法，只要你来了，我就能收拾你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怎么解决？有一些智库，包括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其实美国的企业你跑到中国市场上去，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啊，没有别的选择，你就要跟他玩这种游戏，你大概需要花60%的时间和精力做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脱钩。一方面你要面对什么经营上的压力啊，中国市场现在慢慢的越来越萎缩，那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开始，美国的很多企业开始撤离，因为觉得没有太多钱挣。一方面经营压力越来越大，另外一边政府天天算计你啊，然后国企天天算计你，你两头都得打仗，很累啊，你付出代价其实比一般的市场要大得多啊。这就是美国企业现在面临的情况啊。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在昨天这个中共党庆10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中说是谁想妄想这么干，必将在14亿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啊！讲了一番这样的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出来就说啊，他说这个习近平只是强硬的空话，他说那显然是一大堆盛气凌人的空话。我们美国公司只需要专注做自己的生意。CNBC 采访他，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我们的美国公司得到公平对待，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将确保这个中国人遵守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允许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公司进入他们的市场。然后他开始讲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讲美国将继续和盟友合作对抗中国。雷蒙多说不仅需要美国，而且需要相信民主并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对他们施加足够的压力，以阻止这些明显不公并且不人道的行为。我把这个放在一起来讲，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在此之前的情况是什么呢？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被政府收拾啊，然后呢，美国的企业就舔啊，他就在美国做一些让中国政府高兴的事情。那做他高兴呢，这边的力度小一点，那就舔得更起劲一点，这边就不收拾你了啊。然后一不小时间一长，再收拾你一下，再帮忙舔一下，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大家心照不宣的嘿嘿一乐就过去了。以前就是这样啊，以前一直是这样，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但是现在发生的变化是两个，第一个，马斯克的舔被人骂，被卡尔巴斯骂啊，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这些跨国公司很多时候以前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呢？因为他们原来去舔的时候，没有人骂他就没有负面形象，没有负面形象。那你想一下，一个商人，我在商言商啊，那怎么办？我在中国被人收拾，那我就舔呗。你现在不是问题是你现在一舔，
你在美国被骂，你别忘了特斯拉美国市场比中国大得多，好吗？那他的形象被受损，那怎么办？那他可能就会不填，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府开始做动作啊，雷蒙多开始讲中国政府不公啊，明显不公啊，要确保公平啊，等等等等。当然，当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企业的问题，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亚马逊呗，我不高兴，老子不玩了，这是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脱钩。脱钩其实是正在发生。我看到有一个情况是这么说啊，他是马歇尔基金会中国事务的分析师叫白若诗，他这么说，他说其实你看到某些领域脱钩的情况比较厉害啊，主要是什么？最厉害的是什么？脱钩最厉害的是电子行业，电子行业脱钩的最厉害，特别是高端技术的领域。然后呢，一些美国公司开始把他们的电子制造放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东南亚，比如说印太周边地区。一方面是安全，还有就是不想面对这些政治风险。所以其实，保尔丁也说，他说其实现在脱钩已经开始了。一个企业内部呢，很多跨国公司呢，把中国业务和非中国业务分开啊，把风险分散，大概是这样。所以现在的马斯克做这个动作，从理智上来说可以理解他的行为，但是实际上他这个行为已经不合时宜。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开始反感。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有3个人，第一个是当年明月升官了。第二个是香港的梁建辉，他流的血。第3个就是马斯克的舔。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下面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昨天呢，昨天直播2，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地进行直播啊。那么有些网友喜欢，有些网友没那么喜欢我会调整一下，慢慢的增加一些新的我们直播的场景就是省得大家审美疲劳好吧明谢三根铜，谢谢 Harry 冯，谢谢 Mia， 谢谢景Mia， 谢谢，致敬梁建辉先生，也为王先生一直在面对着不公平的弱势们发声致敬，谢谢。观点：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和孙浩辉的大秦帝国一样，都是在讲中国古代怎么厉害，然后因为清兵入关而衰弱。总之，就是我祖先非常牛，还有中华民族曾经很牛中共喜欢这个，特别是习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观点：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让很多人认为重新认识了明朝的历史，可我读下来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污蔑明朝的言官说皇帝是被言官骂怕了才不上朝。明朝的衰败和灭亡，东林党和言官难辞其咎。我就认为这个作者就是为了帮集权者洗地，攻击意见人士，为堵上批评者的嘴造舆论。他和二月河都是同一类人，寡廉鲜耻明朝那些事儿呢我就没全看我翻过一下也没有那么严重大家有点上纲上线他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呢，其实讲来讲去呢，他都是正史抄来，把正史拿来
用现代的语言重新写了一遍，其实没有太多他个人的观点他基本上是把那故事重新叙述了一遍，从正史里面找出来，重新叙述了一遍。所以，那当然，正史本来就是中国的正史本来就是这样子他有多大的责任？我觉得他的责任未必有那么大他的这本书史学价值基本上是没有的，没有史学价值，没有史学价值，它只是叙述的价值。叙述的价值，它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其实很多人不愿意看史中国的历史通常写的很枯燥写的很枯燥，然后不好看，然后这个明朝那些事儿，把一个历史用这种方式叙述给大家听，给大家看，大家更容易读历史他的贡献是这个贡献，就是说，当年明月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用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重新叙述历史就是给大家一个新的视野。他没有新的调查，也没有新的论证考证，他只是也没有特别的观点，其实真没有特别的观点。他那些书我一翻，基本上正史里面把它就跟翻拍差不多。所以有多大的价值？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当然他也塑造一些人物，像明居正这些人物也塑造一些人物，但是也塑造一些人物，但是文学上的价值也不高，文学价值的也不高，然后这个史学的价值基本上是零。这些书就是重新叙述一下历史，让普通人能够去读史，这是这本书的贡献。观点：一个国家举国上下整天像吃了迷幻药似的，满脑子满口我们过去怎么辉煌，现在多么的强盛，对眼前的不足和不公、邪恶和黑暗视而不见，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有前途吗？提问：盐碱地很多所谓精英也知道中共和中国的历史，但在越来越倒退的局势下，他们却依旧莫名对中国的前景抱有乐观的看法。请问王老师，这是因为这些人只有学历而没有认知能力吗？还是他们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再次发生历史上那么惨的事件的客观条件？您觉得未来30年之内中国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后面这个问题我不答，我不会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因为这不好答。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到的他们越来越乐观的看法呢，不一定是他真心想的。我们经常把朋友圈里的别人的观点当作是他的看法，那你可能会被骗的。所以我不觉得那就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中国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中国，或者是我们面对的中国，有3个中国。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国有3个中国。第一个，嘴巴里的中国。当然嘴巴现在谁有嘴巴？在中国只有一张嘴巴，就中宣部的嘴巴那是一个中国，那个中国美轮美奂。新闻联播里的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那是一个虚构的中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是哪里？第二个中国是朋友圈的中国那个半真半假半心半意虚情假意的中国，那是另外一个。那有一些真实性，但是大部分也不大真实也是就是虚情假意吧，我们那叫虚情假意的中国。那么现实的中国你就去看一下离开北上广深这些1线或者2线城市，你看一下广大的3、4线、5、6线的这个城市或者是农村，那才是真实的中国。那是真实的中国是什么？那就是艰难，各种艰难所以我们面对的中国有3个中国，一个
中共嘴巴里虚构的中国；第二个，朋友圈虚情假意的中国；第三个，现实中的中国，但是大部分人看不到啊。所以经常有人在这里跟我讲，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看法？你被骗了，那不一定是他们真实的想法啊。至于说中产阶级，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我们有专门的题目，你到我们的频道上去搜一下中产阶级，就能搜到我们以前专门讲过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情绪难以想象，梁建辉先生当时心里是多么的悲痛。他是很多香港人的一个缩写，愤怒、绝望心碎交织，自由的闪失让人窒息。情绪，梁建辉先生天路走好，千古千古。情绪，香港能成为东方之珠，是经过了几代香港人的勤奋、智慧和对文明社会普世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在经历过多次历史磨砺后，才发光生辉的。作为香港人，眼见着它冉冉升起，眼见着它黯然坠落，能不愤怒吗？不鼓励暴力，但官逼民反。梁先生是时代的牺牲者，为死者心痛，为中共和舔共港政府病痛。观点，针对当局的恐怖袭击还是在香港发生了。当局不仅不理会香港市民的诉求，还通过恶法和武力镇压香港的民主革命。高压锅的压力越来越大，游行集会和言论自由这两个出气口都被堵上了。民众与日俱增的怨气无法释放，迟早要爆炸。我相信这绝不会是个案，日后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孤狼式的袭击。当局的维稳力度也会不断的升级，香港社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由此，我对香港的未来十分悲观。提问，请问王 Sir，觉得外资在未来若干年之内会渐渐的全部撤出中国吗？什么样的企业会留下？其实撤出中国这个动作，跨国企业其实早就开始做了啊。你比如说这些零售商一个个都走了啊，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啊，这些都走了啊，都已经卖掉了，他们业务都卖掉了。家乐福啊，像这个沃尔玛北方的分店一个打了一个包就给卖掉了，所以这些跨国企业正在撤离。那么当然也有跨国企业正在进入中国市场，每个企业有不同的策略，有不同的判断，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啊。每个企业都有选择它既定的策略，因为每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亚马逊觉得我在美国的市场还这么大，我没必要去跟他在泥塘里翻滚，干脆我就走吧，直接把业务一关我就走了。所以亚马逊就直接关掉了。那么你比如说麦当劳觉得中国市场我不能放弃，但是我又不想跟他们纠缠，怎么办？打一个包，把整个中国业务打包卖给谁？卖给中信集团和淡马锡，卖给他们。但是你每年还得给我分红，还得给我这个分账，就这样。所以基本上每家跨国公司都有它本身的情况，它是根据它本身的情况，还有即将发生在中国的情况，制定一个符合它实际情况的一个策略。所以是不是全部都会走光，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中国现在的3种情况对跨国企业是不可接受的。第一个，市场在下滑啊，我来这里是挣钱的，我发现这个市场在下滑。那我原来投100万，我一年可以挣个几十万，我觉得不错。现在我投100万，我一年可能挣不到几十万，这10万8万，我觉得太少了。全世界还有那么多市场，我干嘛在你这跟你翻滚？我不需要，所以不一样。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治气氛越来越恶劣啊，这是对企业来说风险很大。
还有一个是什么？地方政府穷凶极恶，这3件事情对跨国企业呢都不可接受。所以会不会全走光我不知道，但是是正在走，这是没有错的。观点在香港全面赤化的大背景下，不管是罪恶机器上的螺丝钉，还是撬开螺丝钉的意识，对于他们的死，我们需要抱以同样的怜悯。在此前提下，每一个新闻事件乃至历史事件的参与者，都体现了时代的真实呼唤，折射了大背景下公义和邪恶的缠斗。虽然我们现在暂时看不到香港乃至中国向好的曙光，虽然我们现在暂时看不到香港乃至中国向好的曙光，但哪怕是我们为艺人献上一枝花，哪怕是给庞大机器吐出一口唾沫，都是聚沙成塔的真正的人民正义的抗争。提问，请问王老师，随着经济恢复和产业的转移，美国与盟友是否会逐渐增加关税？我觉得关税措施，我觉得不会用太久。为什么？现在关税已经在加着的，2500亿吧，大概应该是啊，还是有的啊。关税会影响，但是对双方都有影响，所以我不觉得会增加关税。我觉得西方的最重要的策略是什么？西方最重要的策略并不是增加成本，增加成本对自己有影响。大家想一下，美国要加了关税，那么进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成本就会上升。如果可以替代的话，那这个产品就进不来。这产品能进来说明什么？没办法替代。没办法替代意味着什么？美国会有通胀的压力。那美国需要做的是什么？尽量的培养其他的供应链。那么其他供应链起来之后，它就会被替代。所以关税这件事情，我觉得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因为这件事情对美国并不利啊。我们讲的产业链迁移也好，我们讲的是脱钩也好，它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么这件事情只会逐渐的发生，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板块漂移。板块漂移呢，就是很短、很慢、很慢，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但是等你一不小心的时候，你发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观点，不管是香港市民和平示威，还是暴力袭警，当局都绝不会让步分毫，只会加大维稳力度。铺天盖地的摄像头和安检也离香港不远了。随着香港的形势恶化，中共甚至会用对付新疆的办法来对付香港。5步一岗，10步一哨，甚至新建教育营，都不是天方夜谭。新疆的做法现在在中国内地开始，其他地方开始有了啊。情绪，身为大陆人，我真的很佩服香港人对自由的追求。从这点来说，香港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如果大陆民主运动的那天真的来临，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只为我们的后代能够享受自由的空气，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很多网友真的是很厉害。情绪，如王老师所说，的确有人表演式的站在朋友圈为党歌功颂德，甚至在微信群里和我辩论。后来一次面谈，他才向我吐露心声，但我不赞同这种人的态度。他们的表演虽说有自保动机，但最终却成了洗脑系统的一部分，帮助中国迷惑那些真的被迷惑了的中国人。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你不赞同啊？我不会不赞同，我会把他拉黑。为什么？为什么不赞同？我肯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你想一下，其实你可以不说话，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找你麻烦。但是你跳出来讲那番假话是什么？你就是帮凶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去谴责他。当然，你不用在公开场合谴责他，但是这种人，我觉得你就要给他，这种人你要小心。
不能跟他做朋友，也不能跟他做生意，尽量少跟他来往。为什么？这是一个投机分子对于投机分子要保持警惕提问：今天香港首家中医医院启动新建，未来将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运营。请问王老师，这是否可作为香港内地化及习近平个人权力达到顶峰的标志？跟习近平个人权力有关系吗？拍马屁嘛，香港特区政府在拍马屁嘛，拍谁的马屁？习近平的马屁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内地化跟这个怎么说呢？你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拍马屁。中国这些年不断的推中医，就是习近平。你看习近平这2天7·1讲话，大家有没有发现？我那天没讲习近平印堂发暗，然后这个脸色非常的黑，你发现没？大家就是看一下这2天看他的照片，人民日报也好，人民网也好，新华社呢登出来的那个照片，脸黑黑的情况，亚马逊并没有完全退出中国市场，它排名第1的公有业务 AWS 持续在中国做生意，并和北京、宁夏建立数据中心。虽然很多业务受中共管制，中国的 AWS 是阉过的版本，但他们还在中国。亚马逊 AWS 是没有离开中国，但我讲的是它的网店也没有全关，也还有一些服务在里头。但是真正的对亚马逊来说，当然 AWS 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对亚马逊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网店我讲的是那个网店。提问：共和党7个议员给拜登写信，要求结束中美贸易战。请问王先生，这是中共渗透了共和党的议员，还是这些议员给拜登政府出难题？共和党呢，已经沦为什么呢？沦为政党工具，政党抗争工具。所以我觉得，老实讲，我觉得共和党的很多行为，我并不认同。你比如说这个，在一系列的重大，包括这个基建计划等等救援计划也好，基建计划也好，共和党的立场有问题有问题。因为基建计划也好，救援计划也好，包括这个医疗计划也好，那是对美国有利的。最害怕美国的基建计划是谁？中国。共和党天天说要反共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反共。共和党天天说我们是真正的反共。这个拜登政府是虚情假意的反共。但是你看一下，真正能做到什么？真正能做出来让中共害怕的是谁？肯定不是共和党。提问：拜登政府提出全球最低税率得到130国家认同，请问王老师，这对强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没有影响。我看新闻里面说中国经过谈判，中国勉强同意了。你别理他，为什么？中国最低税率24%，有什么好谈的？你就让他不同意好了。所以这个问题没什么好谈的，15%有什么好谈的不用跟中国谈。提问：现在俄罗斯不是前苏联，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习看到普京就像儿子看见老子一样顺从？就算都是独裁政权，为什么习独贵普京？难道俄罗斯比美国还要强大吗？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第一个，你这个叙述一看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叫什么？地位第一地位第一。地位很重要地位其实没那么重要，就见面不就见半个小时，有什么关系？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呢，习近平，你说有像儿子见老子一样顺从，我不知道你这个观点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你这个看法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们看见习近平跟普京通话，
视频对话，或者是视频会晤，我没有看见他顺从，我也没看见他跪。当然他们关系比较好，这是真的。我不觉得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中国对俄罗斯还是有一定的控制能力的。为什么？毕竟俄罗斯实力不行所以总的方向来看，我觉得你对形势有判断不对还是俄罗斯求中国多一点，因为他穷没钱。那这一年、这2年，今年还好，今年俄罗斯还好，为什么？油价比较高对它比较有利。那前2年油价低的时候，俄罗斯那苦哈哈的，所以我不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情况，我的城市有2种共享单车。前天哈罗刷开时语音庆祝中共建成立100周年，美团没有变。今天骑美团发现也变了，在哈罗的祝词前面加了个热烈。提问：王婶能讲讲滴滴遭网络安全审查吗？墙内的新闻完全看不懂。梁先生一路走好，尽管近乎绝望，但还是希望香港的光明重新到来。网络审查很简单，中国有个网安全法，然后他去美国上市，美国上市，这个网信办装模作样的搞一下呗，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因为滴滴的业务也就在中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去美国上市是吧？你没有把中国的这个资料，中国的这些用户的资料分享给美国人呐？没有吧？好，我检查一下，做个样子而已。中国做戏情况今天路过一个农村的宅基地，注意到一个很普遍也很有趣的情况。路向街道的墙面刷上了锃亮的瓦砖、瓷砖，斜对街的墙面刷上了白漆，面对街道的墙面露出了火砖。北上广深、省会城市、县城农村，这不正是中国这座大院的正面、侧面和背面吗？情绪，王先生你好，感谢你每天高质量的工作。03年的时候，在蛇口沃尔玛买了一碗汤面，在商场室外的桌子上吃了2口，转身从包里拿东西，再转身面前的那碗面不见了，然后就看见远处有个老头端着我的那碗面吃得正香，当时觉得很诧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周围的言论是中国已经在腾飞了，说人民生活已经提高了现在想想，在深圳这种繁荣下，还有很多人没饭吃。如果有钱，谁愿意吃别人吃过的东西？那你还是生活的好啊！你到深圳的城中村去看一下，不用城中村，你去龙岗远一点的地方农村去看一下。深圳就是那几个区吧，南山区、福田区这几个区吧。罗湖区有些地方也没那么好所以中国就是我经常讲，中国有真实的中国、虚幻的中国，各种3种中国。那就我们的网友还是生活水平都比较高情况现在国内粉红在给没有转发7·1的艺人拉清单，看来沉默是不可以了情绪差不多10多年前追过当年明月的书，当时觉得写历史写得很有趣，当然这种书就是快消品。后来书房放不下，就当垃圾送了人。不过从来不知道作者是这样的人生道路。中国古代文人中，忠君思想读很深，读书只是为了卖给帝王家，官场不得志才退而寄情山水。到了这个世纪，中国的文人绝大多数依然沉浸在君君臣臣的思维当中，特别是那些自诩对中国历史有研究的人，他们对现代文明社会和西方历史没有了解和接触。就算现在这样的人也少剩下的都是简单粗暴的、粗鄙不堪中国官场上尽是那些粗鄙不堪的人
提问：请问王先生如何看待李显龙给中共贺寿？这反映了新加坡的亲中立场吗？现在是西方国家没有西方国家祝贺的啊，然后日本自民党这个发了一个贺信啊，然后被日本骂得够呛，然后自民党就出来澄清什么呢？说我们没有发，是对方邀请我们发的，所以我们出于礼貌，所以发了一个，所以现在就是中国就是这样，这叫什么？这就是外交孤立，没有。你现在祝贺的都是谁？俄罗斯、朝鲜啊这些，李显龙可以理解了。李显龙，新加坡亲中吗？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最反共的就是新加坡，但是呢，新加坡又很柔软，身段又很柔软啊，他跟中国的关系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但是他们最清楚中共的底细的是谁？就是李家啊，就是李家。所以，怎么说呢？我不觉得他亲中了，我就会觉得他比较策略了啊。场面上的事情应酬一下也别当真了啊。情绪，希望王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像蔡霞教授那种了解中共本质的内容和观点。谢谢王老师，会的。我看到好的文章，我都会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缺的是什么？最稀缺的真知灼见很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真知灼见。所以我不会每天给大家报新闻，大家不需要来我这里看新闻啊。我们需要提供的是什么？有一些我自己的浅见啊，粗略的看法。有的时候我也会想的没那么深，可能过一段时间我的想法也改变，因为更多的资料或者思考时间更长，也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也会重新讲过。所以呢，我也提醒一下，就是经常有网友去翻我们的故纸堆我会改变看法的所以不要用昨天的我打倒今天的我我会改变我的看法。新闻会不断的发生演进，我会根据不断的发生演进的过程改变我的看法。同时，时间长了，有些东西沉淀下来，也会有新的看法。所以不要奇怪，我今天的看法跟昨天不一样请不要奇怪，人是不断的往前走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我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还有很多网友用 PayPal 给我打赏，我都很长时间都没有说了，我今天特别再讲一下。那么我知道，在 PayPal 上面打赏的网友是基于安全的一些顾虑，我就非常的理解感谢大家，云 C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下个节目再见，谢谢。